在抢劫！钱拿出来！坐好！钱拿出来！我真没钱。不给是吧？好，孩子给我出去。二姐，他这走啊，听懂明白吗？哎，没事的，别怕啊。大姐，你把这包烟放门口，他们看见烟就不会进来。谢谢你啊。钱拿出来！咱们在国外犯的事，现在人在莫斯科，这公安管得着咱们吗？我来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案情。案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在歹徒第一次袭击之后，第二天清晨，另外两伙歹徒持瓦斯枪、电棍、长刀，对车厢内的旅客再次实施了抢劫。5月31日，另有一伙歹徒中途上车，开始在车上洗劫、伤害乘客，并抢劫了大量财物。从5月26日到5月31日，共有4个团伙的歹徒在车上进行犯罪，多名妇女被强奸、轮奸，多人被打伤、刺伤。这个是案情的大致经过。案情大家都清楚，任务很简单，就一个字：抓。我要提醒大家，这次是秘密抓捕，不能携带武器，也不能亮明自己的身份，才被从俄罗斯可是给抓回来。与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并称国家行动3部曲的莫斯科行动，是根据1993年震惊世界的中俄列车大劫案改编。1993年，一伙穷凶极恶的歹徒手持刀枪利刃，在由北京开往俄罗斯的 K3次国际列车上，不仅对中国人肆无忌惮地抢劫财物，在6天6夜的旅途中，还公然对无辜女性多次凌辱。之所以温暖的车厢会成为饿狼疯狂撕咬羔羊的地方，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当时的俄罗斯经济衰退，物资匮乏。而此时的我国历经了1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琳琅满目的中国商品甚至翻个几倍的价钱，都能成为俄罗斯百姓眼中的抢手货，所以就诞生了一批投机倒把的导言。你就是带一片尿介子过去，也保准能卖个好价钱。不少人因此发家致富，看着有人早早就吃上4个菜了，因此一大批中国人涌入到这里淘金。而去往莫斯科最常用的方式，就是乘坐这趟由北京出发，全程7800多公里进入蒙古国境内，再经乌兰巴托，最后抵达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但有时候，这辆列车通向的并不是幸福的远方，而是充满恶魔的地狱。1993年5月，几伙中国籍劫匪利用中国乘警在蒙古边境下车，车上治安空虚的机会，在 K3国际列车上大肆抢劫，多名妇女遭到轮番凌辱，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中俄列车大劫案。中央得知消息后雷霆震怒，当即下达指示，派遣我国的得力干警到俄罗斯调查此案，由陈尔利担任本次行动组的组长。同行的还有队员郑爱民，他是从警20多年的老警察，做事严肃认真，实战经验丰富。康志国年纪只有老郑的一半，他毫无架子，与人见面3分熟，在北京所有的商场酒店都能找出他的熟人。姚凯，他是刑警队的神枪手加拳击教练。孔杰曾在俄罗斯留学，他精通俄文，熟悉俄罗斯风土人情。相比同行的队友们，他更像一名在校大学生。但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我国与俄罗斯还没有引渡协议，且中国警方在俄罗斯又没有执法权，他们只能装扮成倒腾商品的倒爷。抵达俄罗斯后，行动组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四海旅馆，因为这里是倒爷的主要集聚地，他们可以直接找到案件中的受害人。然而到了这里才发现，旅馆已经没有空余的房间了。见一个常驻莫斯科的老周还算热心，陈尔利赶紧塞了点诚意过去。得到实惠的老周很快就想起一个叫徐春梅的女倒爷正好住院，提议可以找她商量商量，如果人家愿意租出房间，那就没有问题。原来这个徐春梅正是那趟列车上的受害者之一。哎，大李哥，这都说现在俄罗斯挺乱的，看跟我上学那会儿也差不多，还行啊。要不说现在你们在这都是熟的，表面现象，慢慢你就知道了。你们晚上没事的话，最好跟屋待着，别到处乱跑。中国人是不是被抢的也挺多的？这俄罗斯警察现在都不管了。那帮大爷，他们想管也管不过来呀。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俄罗斯联邦成立，在随之而来短暂而又混乱的岁月里，很多人利用这里物资匮乏的困境，靠投机倒把迅速致富，其中基本都是来自中国的商人。而去往俄罗斯最常用的方式，就是乘坐这趟 K3次国际列车。虽然淘金的冒险能够换来大量的财富，但有时候这辆列车并不是通向幸福的远方，而是充满恶魔的地狱。1993年5月，在这趟火车上发生了一起震惊国际的惊天大案，将车上这些商贩的淘金梦变为一场永远无法忘记的噩梦。
这里是 K3市国际列车，我们发生了紧急情况。可即便是这趟列车上风险重重，但是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依旧有不少岛业踏上这趟通往财富与凶险的列车。由于我国警方在这里没有执法权，行动组只能装扮成倒腾东西的岛业，来到莫斯科。其真正目的就是秘密调查在 K3国际列车上那起震惊中外的中俄列车大劫案，将抢劫伤害中国商人的犯罪团伙绳之以法。见到正在医院里躺着的受害人后，陈尔利说明来意，徐春梅同意将房子租给行动组。随后，陈尔利又借着请客的由头，支开了老周与孔杰，趁机询问徐春梅当时火车上的情况。你们这是干什么？如果我说我是警察，你信吗？警察？警察不应该去警察局吗？精神院已经有人被抓了。其实陈尔利也十分清楚，当时俄罗斯警方确实在火车上抓到了不少嫌疑人，这其中就有劫匪，但因为害怕报复，没有人愿意出面指证他们，于是劫匪混在了被抓的商贩中蒙混过关。久而久之，俄罗斯警方也就不愿意去管中国人的事儿了，所以犯罪分子就认为中国警方过不着，俄罗斯警方又懒得管，于是抢劫起来就毫无顾忌，更加的无法无天。根据俄罗斯法律规定，没有受害人指认的嫌疑人就无法定罪，而我国和俄罗斯没有引渡协议，中国警察也不能参与调查，这样用不了多久，劫匪就会被同伙保释出去。所以行动组必须需要受害人提供情报，寻找突破口。在陈尔利的耐心劝说之下，徐春梅终于向他讲述了那天晚上的经历。案发当晚，列车上与平常一样，一切看起来都十分正常，有人喝酒唱歌，有人吹牛打牌。徐春梅刚把身上的现金藏好，就听到有人大喊抢劫，接着所有车厢都被一群恶棍闯入，他们拿着棍棒手枪，开始了丧心病狂的抢劫，车厢顿时混乱起来。那伙人，这是那天晚上来的第一伙人。后来来回回又来了2、3次，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这面前。一开始藏在身上的钱没事，但是后来又来了一个，最后都被抢完了。徐春梅表示，当晚的抢劫一共发生了2、3次，可抢劫的并不是同一伙人，但他们都相互认识，彼此叫的都不是对方的真名，而是外号。徐春梅清晰地记得，抢自己的那人名叫老葛，40岁左右，北京口音。哥，过来帮忙！喊什么喊什么呀？人忙着呢。哎，妹妹自己在这呢，没事，别怕啊。坐，不是坐呀！啊，坐。我真没钱了，昨天都被抢光了，真没钱了。东北，哈哈，是不是啊？妹妹是不是东北的？啊，跟哥在这扯呢。啊，这有没有钱呢？你搜过才知道，是不是啊？来，让哥哥搜吧。哎呀。Извините, но мы не имеем права вам помогать. 他说他没义务帮我们。董局。或许没有哪个决定让你们必须帮我们做事，但你们清楚，你和我一样，我们都是警察。警察的职责是什么？你应该比我还清楚。我敢拍着胸脯这么保证，让俄罗斯警察上北京办案，哪怕有再多的限制，我们也会竭尽全力帮助你。反正这样，昨天都被抢光了，真没钱了。东北，哈哈，跟哥在这扯呢，这有没有钱？搜过才知道，是不是啊？来，让哥哥搜吧。这是我国运行路线最长的一趟列车，横跨中国、蒙古国、俄罗斯这3个国家，全程7819公里。虽说有着中华第一车的称号，但在这趟列车上却有着一个极大的漏洞，就是中国乘警在阿联浩特列车出境时，按照规定就要在我国境内下车，而俄方在列车上又没有警务人员，一旦出事，需要途经地的警方人员上车处理，这就给不法之徒留下了作案的机会。好在女人很有远见，在第一伙劫匪上车之前，将倒货赚到的现金藏好。本以为这样就躲过一劫，却不料第2天又有2波劫匪从不同的站台上车，对乘客进行更加残忍的逼迫，让他们交出隐藏的钱财。这鼓鼓囊囊啊，这是啥？来，我摸摸来。眼看着劫匪不怀好意，就要动手动脚，徐春梅本能的反击，不仅被对方砍伤，身上的现金也被抢得1毛不剩。好在她清楚地记得，砍自己的那人名叫老葛。通过受害人对劫匪的外貌描述，陈尔利立马想起这个老葛他可能认识。这时病房忽然溜进了一只老鼠，急得2个护士不知所措。Спасибо。Prost， 这都能打着。警察办案还分在哪儿？
看着祖国警方铲除黑恶势力的决心，徐春梅不由得心生敬佩。有了这一线索，陈尔丽立马向领导汇报，抢劫并砍伤徐春梅的那个劫匪，很可能是惯偷吴宝顺，绰号老葛，现在可能已经潜逃回北京。宋林，段爵，您叫我？你跟北京联系，抓一条吴宝顺。是。宋林当即联系北京警局，当夜就成功抓住了老葛，但他早已是老油子了，被捕后装傻充愣，拒不交代。好在陈尔丽之前与他多次打过交道，深知他的皮毛，所以亲自在电话上和他交谈。老小子听出是陈警官的声音后，态度立马转变。但对于劫持列车的事情，他承认自己就是一个跟班而已，对于劫匪的核心情况毫不知情。与此同时，段局和中国驻俄罗斯联络警官宋宁，找到当地警方寻求帮助，但对方表示中方不能参与此次案件的调查，因为我国警方在这里没有执法权，且他们也不想让行动组参与其中。段局只好退而求其次，表示中方不参与也罢，但想要查看所有在押嫌疑人的资料，却不想对方依旧拒绝。他说他没硬帮你。这下段局真的怒了，段局的霸气回怼终于起了作用。俄方不仅同意带段局查看资料，还允许他们将资料复印一份。北京警方很快就收到嫌疑人的信息，老葛一眼就认出了那名叫朱三的头目。由于他贪恋车上一个女商人的姿色，因此错过了逃离的时机。警方很快锁定了另外3个犯罪团伙的首脑，他们虽然没被警方抓到，但这4个团伙之间盘根错节，不能坐视朱三不管。这3个人分别是苗永林、朱三人4，你会把他们说说？刘震。说又怎么样？他们有什么动静？说这都没用，还是得把牙捞出。还有赵莹，他更著名的一个称呼是赵二姐。二姐也在，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他为什么提早动手，让咱们跟在后面吃屁？这钱我不出。别看这只是一盒普通的牡丹，但只要把它放在桌上，嚣张的劫匪看到后就不敢对其下手。这个专抽牡丹的女人，道上的人都尊称她为二姐，如果动了那就是得罪了二姐。别说在劫匪圈里不用混了，搞不好连小命都会不保。所以谁见到牡丹牌香烟都会退避3舍。之所以二姐在劫匪圈里能拥有如此至高的威望，可不仅仅是她在当劫匪的同时还保护弱小群体，而是因为二姐的江湖义气。虽然她上次打劫又成功脱身，但二姐也没有对落网的兄弟坐视不管。此时这3个劫匪头目正在商量着捞出朱三，没成想一到拿出真金白银时却起了内讧。看着不想出钱的苗永林与刘震，二姐淡定的点了根牡丹。朱三管我叫姐，我也把他当弟弟看。这钱用不着你们俩出，我自个儿来就行了。二姐，不好意思啊，这钱我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不光是朱三，你们2个要是遇到什么麻烦需要用钱，我也绝不会含糊。记住，咱们是一家人。当晚，二姐就去了莫斯科的一家红浪漫，找到在这里正消遣的俄方警官鲍里斯，不仅给他结算了今晚的消费，还给鲍里斯塞了一大笔现金，让他帮忙捞出朱三。黑警嘴上虽说着不好办，眼中却贪恋着人家的美色。尽管他十分清楚二姐是他这辈子都无法得到的女人，但最终还是答应了此事。另一边，行动组明明知道朱三人在监狱，但苦于在这里没有执法权。就在几人闷闷不乐时，陈尔丽已经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次日一早，他便来到莫斯科中国市场，看到2名巡逻的警官将一名小贩的暖瓶打碎，不仅没有赔偿，还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陈尔丽见机会来了，便冲出来挑衅对方：“你们俩啊，别走别走，过来过来！对，就你们俩，过来！你现在你不了解莫斯科情况，这什么？你把人家水壶打烂了，你不赔就走啊？就你们这还警察呢？”陈尔丽故意惹怒了2个莫斯科警察，他此举的目的就是为了将自己送到专门看押中国人的73分局，因为陈尔丽十分清楚，只有在那里才能与朱三接触。果不其然，老陈因为闹事被抓了进去，也如他所愿，来到了73分局。一进去，陈尔丽就四处撒烟，然后又跟旁边的胖子吹牛，声称北京的朱三就是自己的大哥。他这一炸，目标果然上套了。您就是三哥呀？我这真是有眼无珠了我。三哥，这么着，等出去以后，您得给我一脸啊，让我好好给您赔一不是啊。但是不用，你告诉我，现在我的第一通。老葛呀，好，我们俩以前是同事，他跟我这天天念叨您，说您呐，在俄罗斯的中国人里边，那可不是一般人，干我怎么不上？就这样，陈尔丽装出一副懵懂无知的样子，与朱三搭上了话。随后，他故意压低声音，透露出从老葛口中还听说过火车上的事儿，十分羡慕，恳求朱三以后能带着他一起发财。却不想就在此时，朱三就被警方放了出去。原来这都是鲍里斯背后运作的。离开警局后，老小子直接过来感谢恩人。二姐也十分警觉，谨慎地问他有没有人出来指认。指认我？
谁敢啊？我往那一站，他们正眼过来看我。随后，老小子提到有个姓陈的生面孔，可是向他旁敲侧击地询问过列车上的事儿。二姐觉得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毕竟小心驶得万年船。我明白，这样我带几个人把他绑回来，当面问清楚不就完了吗？你学精了。知道一个受过特训的老刑警有多强的应变能力吗？尤其是远在异国他乡，面对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稍有半点闪失，后果不堪设想，甚至连牺牲家人都无法见到自己的尸首。这是我一生拨出去最慢的一个电话，如果听不到我想要的声音，那它也许就是我这辈子最后一个电话了。喂，王大爷，我是二力啊。陈二力，嘿嘿，哎，不好意思啊，这么晚还麻烦您。那什么，麻烦您帮我叫下老葛吧，我这是国际长途啊，挺贵的，麻烦您快点。一名优秀的干警势必有着极好的应变能力。老警员仅用3言2语，远在北京的同事就断定陈尔利肯定遇上了麻烦，立即与他互打配合，同时让落网的老葛接过电话。原来在段局得知朱三被放的消息以后，立马让宋林与俄罗斯警方沟通交涉，将陈尔利也放了出来。然而老陈刚走出警局，就被朱三劫持到一个废弃的仓库里。三哥，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不是打警察了吗？你这么快就出来了，看不出你小子挺有本事啊！嗨，无非就是朋友多呗，多个朋友多条路，少个阴阳少堵墙，是这道理不是？我知道你是什么人。原来朱三自始至终都嗅到一股公安的味道，压根就没信他只是一个单纯的倒爷。将他绑来的目的，就是要探探陈尔利到底是什么底细。既然你自称是老葛的朋友，那就打个电话跟他唠唠吧。尽管陈尔利是受过特训的老警员，但是在穷凶极恶的匪徒面前，心里仍焦急不安，十分忐忑的他稍加思忖后，便打通国内警局的电话，谎称是打给传达室王大爷的，让他帮忙去叫一下老葛。好在值班的老同事警惕性极高，从话语中听出了端倪，顺着陈尔利的话茬也猜到个大概。你猜我现在跟谁在一块儿呢？谁呀？哼，我估摸着你就猜不出来。告诉你啊，朱三爷。真的呀？我们俩这不正聊天呢吗？聊到你了，说给你打个电话。你等会儿啊，三哥跟你说话。老葛自然不敢给朱三通风报信，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与他隔空寒暄了半天。挂断电话后，朱三这才放下戒备，派小弟将陈尔利又送了回去。在这个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陈尔利过得可谓是惊心动魄。就在四海旅馆的同事们焦急万分寻找他的时候，陈尔利自己回来了。但根据俄罗斯法律规定，必须由受害人当面指认，才能给犯罪嫌疑人定罪。但很多受害人皆因为恐惧劫匪，害怕报复都不敢出头。思量再三后，陈尔利决定从4个头目里的软柿子下手。与此同时，二姐也得知北京警方已经抓了不少人，提醒几人最近还是小心为妙。可朱三对此事却不以为意。查呗，你让他们查，有能耐让他们来莫斯科找我们。你可以说你自己，但是别捎上我。别怕了，我告诉你啊，我要是落在你那手，我第一个把你家供出来。你是想死吗？我想死！你他妈给我摆什么谱啊？你他妈那猪脑子迟早害死我们所有人！去你妈的，不要脸！那你呢？啊？谁他妈的提前商量好的时间，在火车上自个提前动手？别他妈在这装好人啊！行了。眼看着朱三与苗永林一言不合就要大打出手，二姐恨铁不成钢的拉开他们。那钱还赚不赚？想说点你丫的饿死！我他妈问你了吗？去你大爷的！别说，操你大爷！小放屁！牛振将二人拉开后提出一个建议：倘若光明正大的钱抢不得，那就抢跟丑事沾边的脏钱，这样当事人不敢报警，抢了白抢，赚了白赚，岂不美哉？4人听罢都没有意见。很快，他们就将目标转移到一个蛇头身上。他是莫斯科华人圈里最活跃的蛇头，无数中国人在他的安排下偷渡到此，再从这里转送到世界各地。马长江虽直觉敏锐，有勇有谋，本以为在莫斯科混迹多年，结识了不少道上的朋友就能安心赚钱，殊不知一群亡命之徒早已将目光盯向了自己。这天，马长江找到四海旅馆的老周，请他安排几个房间，但旅馆已经客满了，老小子只能另寻他处。行动组见此人鬼鬼祟祟，便悄悄尾随其后，跟到另外一家旅馆。哎，你们干嘛呢？哎呀，你看不好意思啊，为什么我打听一下？刚才进来个男的，胖乎乎的，戴个眼镜儿，个儿也不高啊。对，完穿个蓝夹克，这人上哪儿了？你问这干嘛？要订房就订房。不行，我不订房了。那什么，这人啊是我一朋友。完了，刚才马路上碰见了，你追一条街，
紧赶慢赶也没赶上，还从后边走了。套了一番近乎后，老小子在大姐这里了解到，明天晚上11点将有15个偷渡客到达莫斯科落脚。与此同时，离开的马长江在半道也被二姐的马仔拦住了去路。老马，这2天在哪儿发财呢？大勇哥吓我一跳，你什么发财？没发财路的呀，哪儿发财去？我这2天净还账了。老小子这边掖着藏着，殊不知人家早就盯上这批偷渡客手里的钱财，马长江自然不肯答应。别闹啊！这哪能行啊？您这不是让我往自个儿饭碗里吐痰吗？那我以后还干不干了？见大勇亮出卡簧，马长江也只得被迫同意。随后老小子来到医院，原来徐春梅竟是他的表姐，可是还没聊上几句，陈尔丽就找了过来。老小子十分鸡贼，一听几人是来自国内的公安，立马装傻充愣。马长江，能不能麻烦你跟我们出来一下？马长江，谁是马长江啊？其实姐姐被劫匪抢劫，砍成如今这样，马长江也十分恼火。听到陈尔丽会保证自己的安全以后，一想到能为姐姐报仇的同时还不伤自己的客户，于是便跟行动组交代出实情。另一边，二姐也将苗永林等人叫来，与他们商量着准备打劫偷渡客的事儿。知道他们明晚就到莫斯科，身上肯定带了不少现金。等了很久，但朱三却迟迟未到。苗永林与牛振都明确表态，此事倘若朱三参与，二人就都不会参加。其实也不怪他们，毕竟上次列车打劫时，朱三因为贪恋女色，还被警方按在卧铺上逮了个正着，这就足以说明朱三做事很不靠谱。这一提曹操，朱三就到了。话不投机的苗永林与牛振二人当即离去。二姐见状也很为难，就没向朱三吐露此事。殊不知朱三竟无意间从一个小弟那里得知几人正准备打劫偷渡客的事儿，觉得大家掖着藏着，背着他悄悄发财，十分气愤。现在连二姐都不来这一套是吗？那以前在我哥面前大气都不敢喘的一帮玩意儿，这事儿都不带着我们，我都有点不地道。老小子气得不行，嚷嚷着明晚就算二姐不带他玩，他也要强行参与。但劫匪们还全然不知，这一切都是陈尔丽为他们量身定制的计划。先是由马长江向二姐报信，将偷渡客落脚的地点改说成四海旅馆，让二姐等人进入旅馆的巷子实施洗劫，再通知俄罗斯警方提前布局埋伏，等劫匪们过来打劫时，来个瓮中捉鳖，人赃俱获，将他们一网打尽。但老话说得好，不怕敌人跳得高，就怕内鬼静悄悄。黑警鲍里斯收到明晚的抓捕消息后，立即向二姐通风报信，让他们别去四海旅馆抢劫偷渡客。二姐瞬间明白是蛇头出卖了他们，便立即通知弟兄们取消计划。但朱三的消息与人家可并未同步，还全然不知人家已经得知是个圈套，取消了行动。男人眼睁睁看着劫匪向自己的女友步步逼近，他却懦弱地躲在门后不敢作声，双腿发软，紧张的生怕被劫匪看见。女人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即便她带着哭腔连连哀求，但丧失人性的劫匪仍旧无动于衷。此刻兽性大发的他又怎会轻易罢手？干他们什么呢？啊！出去！出去！赶紧出去！等会儿，把门关上。眼看着男友抛下自己，懦弱的离去，女人的心近乎绝望。就在刚刚，俄方73分局的马沙中尉正带队在通往四海旅馆的巷子边设伏，准备抓捕劫匪，但等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任何警情，于是只好收队离去。可他们前脚刚走，朱三就带着一众小弟来到了巷子，本想要分一杯羹，却没见到一个人影。没看到偷渡客的他感觉自己被人耍了，只用下半身想射的朱三又不甘心空手而归，于是吩咐小弟们戴上头套，手持刀枪棍棒，直奔满是倒爷的四海旅馆。哎，忙着呢，行，忙着，打劫。我真没多少钱，哎，哥们儿，你这些东西都交出来。哎，规矩我懂，规矩我懂。一群人冲进来乱抢一气，挨个房间将这些商贩的钱财洗劫一空。本以为朱三抢完也就作罢，可老小子十分好色，抢完了钱看见一个漂亮姑娘，又色心大起，将无助的女倒爷强行糟蹋了。与此同时，二姐接到了警局鲍里斯的消息后，就取消了这次行动，而是带着兄弟直奔马长江的老巢。先是一通拳打脚踢，再问他警察是怎么得到的消息。马长江吓得不行，自然是不敢说出实情，死咬着不肯松口，表示自己就是蛇头，哪有与警方通气的道理。为了保命，老小子不停地狡辩。你们兄弟这么多，知道这件事的人也这么多，没准就哪个环节出纰漏了。你是在怀疑我的兄弟们？不是，我是这个意思。我没工夫听他瞎扯。二姐！老小子正求饶间，一个小弟这时向二姐汇报说，朱三得到了消息，已经去往打劫的地点。
二姐等人索性就在马长江家里等着消息。如若朱三被抓，那一准儿就是你小子走漏的风声。许久之后，大勇回来又报告了情况。在去往四海旅馆的巷子里，他确实看到有警方布局的关卡，但是并未见到朱三等人。马长江，给你一个忠告：为人处事一定要诚实，别想着耍小聪明。谁觉得别人是傻子，他自己就是最大的傻子。您放心，二姐，您借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在您面前耍小聪明。老小子连声解释，不是自己泄露的消息，这中间必有误会。二姐并没有再为难他，只是提醒马长江在道上混的规矩，随后便带着众人纷纷离去。二姐的手下很是不解，便追问老大为何放过此人。如果朱三被警察抓了，那就一定是马长江报的警。可是朱三没有露面，这里头的事就不好说了。没准儿他跟朱三有什么勾结，那样的话，就算混出来也是麻烦。但不管怎样，二姐还是嘱咐身边的兄弟，以后都不要再跟马长江联系了。听说李平被强奸了，你别听他们嚼舌头根子，我跟你说，绝对没有这种事儿。他们这么说，那就是对李平的污蔑。我还听他们说，当时你就在李平的房间，你是不是看到那劫匪长什么样了？你知道你说这话什么后果吗？诽谤！诽谤你知道吗？要不要我给你讲讲诽谤是什么意思啊？男人眼睁睁看着劫匪侵犯自己的女友，却十分懦弱地躲在门后不敢作声。他明明看见劫匪的样貌，可是当行动组向他了解情况时，孙老师却振振有词地矢口否认，甚至都不愿提起有关劫匪的事儿。原来就在扑空的行动组回到四海旅馆时，发现那里已经狼藉一片了。老周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几人，陈尔利气愤不已。幸亏你们不在，要不今儿全得下命了。知道谁干的？他们家全都戴着头套，但肯定都是中国人。咱不说也知道是谁，对吧？朱三啊，但问题是，有人看清楚他们的脸了吗？这帮孙子当时进了李平的房间，把李平给……大家都是对朱三恨之入，但又惧他如虎。即便是李平男友看到朱三的样貌，但畏畏缩缩的他自然是不敢当面出来指证。就在这时，另一个没被抢的倒爷刘飞被劫匪的猖狂行为彻底激怒，于是组织倒爷们联合起来，对朱三的恶行以牙还牙，以暴制暴。你们愿意加入吗？这也是为了大家的利益，你们几个人应该有所担待吧？那要是打不过怎么办？俄罗斯的警察不保护我们，我们只有自己保护自己呀。说的有点道理。陈尔利觉得此行太过鲁莽，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加入。与此同时，这个只会用下半身思考的劫匪头子，将商贩的钱财洗劫一空后，为了庆祝成功得手，便特意在酒店设宴，请来了二姐等人。席间，老小子话里有话，暗指二姐几人的抢劫计划没带上他。大家伙以后吃香喝辣的时候，也给我留一口，别把我忘了，行吗？来，我敬大家一杯。桌上的氛围一时间很是尴尬。看着朱三自大的样子，苗永林极为不满，便提前离席。牛振见状也相继离去。而就在此时，刘飞带领四海旅馆的倒爷们，抄着家伙已经抵达酒店门口，来找朱三算账。正好被老哥俩看到，知道他们肯定是来找朱三算账的，索性又幸灾乐祸地回到了酒桌上，等着看他的笑话。朱三本来想叫小弟回去喊人，却被二姐当即拦住。干嘛呀？人家堵门口了，我不叫人啊。听我的，直接报警就行了。对，二姐说的对。大家都是中国人，有事好商量，对不对？跟我来这。就在刘飞等人正要强行进入的时候，警笛声突然响起。看着倒爷们还没开始闹事，就被警方给控制住了。二姐也别有深意地提醒朱三，不论什么时候，自己都不会害他。有些事也不要太过较真儿。可老小子竟真不知道他那半斤八两。二姐啊，我呢，不是给别人当小弟的料，我跟他们不一样。你跟谁不一样？说清楚。姚永林，你想说什么？眼看着几人又起纷争，二姐只好带着他们先行离席。不久后，看到朱三也大摇大摆地走出酒店，刘飞既气愤又无奈，而朱三则嚣张地冲他摆了摆手，随后便猖狂地扬长而去。细心的陈尔利此时也注意到，朱三并没有和其他三人一起离开，猜到这个犯罪团伙的内部已经出现了裂缝。得嘞，这下朱三彻底不跟咱们来了。这样对了，他也就是小兄弟，记录记录二姐跟你啊！你想想，二姐八面玲珑，顾得了你手里兄弟最多，是不是？他有什么呀？他脑子里装的全是大便。
一个俄罗斯人进入赌场需要花费20美元，而一个中国人不仅可以免费出入，还能随意享受美味的时候，你就知道中国人在这里输掉了多少真金白银。在俄罗斯，赌场是合法的生意。当你走进那些华丽的建筑时，你会看到和外面不同的另一个俄罗斯。远道而来的中国人，恰恰正是这个世界里最为需要的金主。当然，这些人不都是商人，其中也有专门靠打劫为生的劫匪头子。来自北京的专案组几人，为了进一步的接近朱三，便到这里寻找机会。此时，二姐与朱三正玩得不亦乐乎。哎，你过来。哎呦，三哥，真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你呢。我说你小子来莫斯科才几天啊，就来这种地方？哎呦，人不都说嘛，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经过上次的盘问，朱三不仅对陈尔丽放下了戒备，还向二姐介绍了此人，随后便拉着她一起玩牌。只见牌桌上的二姐使了个眼色，一旁的服务生心领神会，立刻配合着二姐出签。没一会儿的功夫，就让朱三输得十分难看，直到老小子分逼没胜，才愤然离席。果真是纯纯的一条赌狗。随后二姐称自己有事，但临走前，她又慷慨地让陈尔丽继续，赢了拿走，输了记她账上。哎，多出这些钱怎么办啊？交给老郑当办案经费吧。不用给我这，这活好啊。老周不干警察了。可是当陈尔丽几人刚离开赌场，就被朱三带人拦住了去路，声称陈尔丽没来之前他赢得挺好，到了以后就一直输钱，肯定是他和二姐合起伙来杀他的主。怒气冲冲的正要为难几人时，刘飞就带人找了过来。操，他们以为谁呢啊？这不一群加里森 SK 吗？双方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一言不合便大打出手。可这些倒爷们根本就不是那帮亡命之徒的对手，3下5除3就全部被打翻在地。把他们两个破烧火棍，就以为自己入里好汉了啊！有首歌怎么唱的来着？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知道吗？啊！好在陈尔丽及时报警，朱三才肯罢手。随后几人将受伤的倒爷们都送回了旅馆。无意间，陈尔丽从刘飞那里得知这次旅馆遭遇抢劫，只有一个冯哥没有受损失，大家都叫他二马哥。他不仅是四海旅馆的老板，还在当地投资了不少产业，是倒爷中混得最好的那个。为了寻找线索，陈尔丽便带着围棋过来拜访，两人一边下棋一边寒暄攀谈。陈尔丽看似向冯哥请教做生意的门道，实则旁敲侧击地打听着劫匪的事情。但冯哥明显是老油条了，说话滴水不漏，毫无破绽。哎，对了，冯哥，前两天那帮劫匪打击旅馆，您这儿没受什么损失吧？啊，我这房子比较偏，可能还没顾得上。哦，那真是万幸。我觉得吧，这帮劫匪对这儿是熟门熟路啊，很可能咱们这住店的人里边就有跟他们认识的。小陈，你辞职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嗨。我这职都辞了，还有什么可说的？从冯哥那里回来以后，陈尔丽觉得这个老板肯定有事瞒着，可眼下没有证据，又拿人家没办法。思来想去，陈尔丽与姚凯便来到倒爷市场，向孙老师了解李平被侵犯的事儿，希望他能站出来指认朱三，为李平讨回公道。可孙老师却显得极为激动，不仅矢口否认他们的关系，也不承认当时自己就在李平的房间。可当时大家都看见朱三进去，你小子才走出李平的房间，还狡辩什么呢？在陈尔丽的步步紧逼下，老小子终于承认。我承认，我和李平关系走得比较近，毕竟我是已婚男人。你可能误会我意思了，你们俩什么关系？我一点都不想过问。但是那天那些匪徒是蒙着面的，可能只有你和李平看到了他们的样子。你也知道，在这边如果没有人作证的话，就没有办法起诉。你不会就这样看着李平白白的受委屈吧？那你们干嘛不去问李平啊？再说了，你们是干什么的呀？哎，您叫我吗？哟，会说人话呀！我跟这个我们俩出门没带钱，想管你们俩借点，坐车回家。我们没有钱给你，没关系啊，有东西也行啊。你意思是想想我们？你要想这么理解也行啊。Хочет грабить нас. Вы двое пекинские утки грабить нас будете? 别看他们现在笑得欢，一会儿就让他们拉清单。就在刚刚，来自北京的行动小组在莫斯科秘密调查列车大劫案时，向孙老师了解李平被侵犯的情况，希望他能站出来指认朱三。但孙老师怕劫匪们报复，不仅不愿配合，甚至都不敢承认发生过此事。那你们干嘛不去问李平啊？意思是让我们直接去问受害人。陈尔丽万没想到，老小子为了自保，竟不顾李平的感受，让这帮大老爷们亲自去问受害者。警察本来就是为了维护正义，如果维护正义还要建立在受害人的痛苦之上，那正义还有何意义？既然孙老师不愿配合，行动组也只得另寻他法。
姚凯本想上去理论，但陈尔丽不想节外生枝，便拉走了队友。随后这两个街溜子便走到孙老师的地摊，用假币买了2台收音机。哎，你们等一下，你能把钱给我换一下吗？为什么？钱是假的。不想花了假币的街溜子蛮横无理，反倒说孙老师讹诈他们。孙老师本就懦弱，一看对方又人高马大，也只能忍气吞声，自认倒霉。但陈尔丽与姚凯恰好目睹了一切，便在半路拦住了这2个无赖。要知道姚凯可是警队的拳击教练，对付个街溜子就3个字：手拿把掐。陈尔丽更是将脸盆发挥得淋漓尽致，二人明明只需3秒就能结束战斗，却心照不宣地拖起了节奏，赠送的时间就当活动筋骨。谢谢了啊！追回了孙老师的东西之后，知道他很好面子，回到旅馆便将收音机悄悄放进孙老师的包里。眼看他是指不上了，几人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去找李平。但李平毕竟是受害人，一帮大老爷们询问人家被侵犯的情况根本不妥，还是得找一个女性最为合适。但身边没别人了，这个任务也只能交给宋林。那怎么介绍他？就说是康志国女朋友呗。可以，可以什么可以？不行，你别说是我女朋友了，你说是他女朋友。说我女朋友干嘛呀？你不单身吗？我是单身。你让他怎么去跟李云搭话啊？不是我那个是单身，但是这个宋林跟我不合适。怎么不合适？真当你媳妇了就该？那我还不干呢，反正可信度不高，你就说是他吧。那你行吗，童年？我行，没问题。就这样，宋林便以孔杰女友的身份走进了四海旅馆，找机会故意接近李平。这又帮搬东西，又套近乎的，很快丫头就跟李平搭上了话。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们俩都是从北京过来，朋友一介绍就认识。你们认识没多久啊？其实就这2天，我们2个是一见钟情。这小伙子老实厚道，肯定能保护你。就他连话都不会说，会说话才不叫真本事呢。这一来二去，二人很快就成为了朋友。但李平的内心十分强大，即便经历了如此伤害，依旧能平静勇敢地面对生活，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宋林不知该怎么办了，陈尔丽则鼓励丫头，既然搭上话了，就有希望让她开口。这时队友发现孙老师独自出门，陈尔丽便悄悄地跟在后面，却不料之前收拾过的2个街溜子正在门口蹲坑。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花开堪折直须折，知道什么意思吗？那意思就是说呀，到了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受过特训的陈尔丽一套输出行云流水，3下2下就将二人打得跪地求饶。然而这一幕却被在窗口的冯哥看得一清二楚，若有所思的他也开始怀疑起陈尔丽的身份。你们安静点儿，听着没有？打开它。不是，说了，打开它。你不是出山带回来的人吗？干嘛抢我？闭嘴！叫唤什么呀？我不要！一群劫匪冲进商店，不仅将里面的珠宝洗劫一空，还将这里的镇店之宝强行掳走。既然被店员认出来了，索性老大便摘下头套，还嚣张地与店员打了声招呼，随后便带领着小弟扬长而去。之所以男人会如此嚣张，因为他打劫火车的时候根本就不戴头套。在莫斯科这个地界，至今还没有一人敢出来指认他们，更何况他们的身后还有个八面玲珑的二姐为几人保驾护航。但这次的行动，二姐却毫不知情。就在不久前，一直对二姐耿耿于怀的朱三，为了收买人心，便将牛振请到红浪漫里，声称最近有个来钱的路子，能帮牛振将抢来的东西都销赃出去。一听能变现了，牛振自然乐意。次日一早，他就背着抢来的赃物送到朱三介绍的这家商店。一进门，他一眼就看中了店里的镇店之宝，这条红宝石项链。店员验了货后，出价1200。牛振虽然觉得价钱给的低点，但还是做了这笔买卖。来，你数数。还数什么呀？信得过你吗？我刚刚进门的时候看见那个有一个是红宝石的项链吧？哟，你眼光不错嘛。不过您花多少钱，估计都买不了。放在外面的不就是卖的吗？我们老板打算把它带回家，送给他闺女。贪婪的牛振回去后便起了歹心，当天晚上就带着小弟将商店贵重的首饰都洗劫一空，自然也少不了那条红宝石项链。等几人走后，受到惊吓的店员立马向老板汇报此事。原来帮劫匪销赃的不是别人，正是四海旅馆的老板冯哥。得知自己的店铺被劫匪抢劫，老冯气怒交加，决定不再忍耐，
其实他给朱三销赃也并非出于本意，因为朱三的小弟刚子不仅就是自己的表弟，还是他亲自从老家带到俄罗斯的。却不想刚子到莫斯科后就突然学坏了，之后就总是给老冯的店里送些赃物。他不敢招惹朱三，也是迫于无奈才被迫销赃。思来想去，冯哥还是敲开行动组的房门，即便是几人的身份从未公开，但是他早已判断出陈尔利就是来自国内的公安。陈尔利虽并未承认，但也没有否认。明天在楼下和俄罗斯混混打架，不是那个默许。晚上，朱三抢了我的商店，还抢了旅馆，抓着他。冯哥希望行动组能帮他讨回那条项链，因为那是他准备送给女儿的，同时也向陈尔利坦白了自己与刚子的关系。说话间，刚子又给冯哥打来了电话，表示明天他们要去打劫倒爷市场，嘱咐表哥不要出摊。然而刚子的电话刚挂，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竟然是孙老师被俄罗斯黑帮绑架了，还点名让陈尔利亲自过去赎人。作为一名警察，陈尔利当然不会袖手旁观，便决定过去与黑帮谈谈。陈哥，我凑了点钱，你们拿去赎孙老师。这钱你留着吧，我用不着。陈尔利不但没有收，还安慰他一定会把孙老师安安全全的带回来。抵达绑匪要求的地点后，陈尔利这才明白，原来之前那两个在倒爷市场花假币的街溜子，竟是俄罗斯黑帮的人。是他们被陈尔利暴揍2顿之后，老大替他们出气，才绑了孙老师，让陈尔利主动上门。你好，中国人。被你们绑架的人呢？是多这个。现在我们要看钱，带了没？我得先看到人，我才能跟你讨论其他的事。Что сначала, что потом? Тут, кажется, не ты решаешь. No， 这个不是谁说了算的问题。先确定人质安全，然后再谈判，这是绑架的惯例，所有的人都是这么干的。当陈尔利见到孙老师安然无恙后，突然又改变了口风，表示钱1分都没有。黑老大暴跳如雷，决定当场就要撕票。老刑警1分钱没带，即便是身处异国他乡，依然赶去找黑帮赎人。1分钱都没有。У него с собой копейки нет。黑老大暴跳如雷，当场就要撕票。先听我把话说完，好吧？你看啊，我打了你们的人，但是我今天还敢按照约定到这儿来见你。你不想知道是谁给了我这么大的打扰？陈尔利表面看若无其事，实则内心早慌的一批，表示打了你们的人今天依旧赶来，全都是因为自己的老大想要接管这里的倒爷市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你们这群黑帮流氓，所以自己才先替老大动的手。谁是你老大？中国人，叫朱三，袋子朱三。Отведи меня к нему。带我们去见他。不行，朱三儿不是一个特别好沟通的人，他今儿让我来就是先把这个中国商人先换回去，然后他再跟你谈判，看看到底是赎金啊，还是其他的什么解决方式。Он сначала прислал их, чтобы этого солдата вместе подумать. Подожди, это кого он из себя возомнил? Ханом Хубилая, что ли? Он вообще в курсе, что сегодня 90-е годы 20 века? 黑老大自然不会答应，还打算将他们3人一并留下，再要3倍的赎金，不是更香吗？陈尔利立马表示这样根本没用，因为一个自私自大的人是根本不会在意兄弟们的死活。就像今天朱三让他空手而来，明摆着就是让自己送人头的。他明知山有虎，还偏来明知山，真正的目的其实是想与黑帮合作。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他此行也带来个极有价值的消息。我知道今天下午朱三儿会去那个市场，到时候你可以趁他不备，赶在他对你动手之前先干掉他。Что ты добиваешься? 你能得到什么？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取代他的位置，向中国人收保护费。当然了，是在跟你们合作的情况下。一顿忽悠下来，黑老大虽将信将疑，但也同意先放了孙老师和姚凯。可陈尔利你必须留下。为了试探虚实，黑老大又让他通知朱三，立马带钱过来赎人，否则别怪他们撕票。陈尔利便将电话打给四海旅馆的队友。接电话的老郑心领神会，就想问一下，老大打算什么时候把钱送过来啊？你问这个呀？大哥说了，没钱，让你自己想办法。什么？不是，你们不会就把我扔在这儿不管了吧？大哥有更重要的事要办，你不是大哥，当然不懂他的意思了。好了，我们要出发了，你好自为之吧。本来陈尔利就是要下套，让俄罗斯黑帮和朱三杠上，二人的双簧则让黑老大对朱三更加不满。与此同时，73分局突然收到消息，一听有人要抢劫倒爷市场，鲍里斯立马向二姐通风报信。这确实是个惊人的消息，但我的感谢是不变的。
很荣幸为一下。警察刚才打电话来说，下午有人会抢劫批发市场。我不知道这事儿啊，我也没听说。要不是你们，那就应该是朱三。估计是。那我们应该告诉他，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往火坑里跳吧？对，应该告诉要说这类耍捡吧，现在已经是下午。二姐虽表示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朱三往火坑里跳，得打电话通知他一下，但他说完话又没有动作。牛振和苗有林也只是嘴上说说，三人都是隔岸观火，等着看朱三的一出好戏。当天下午，朱三的团伙、俄罗斯的黑帮、莫斯科的行动小组以及当地警方4拨人同时赶赴倒爷市场，唯有二姐等人躲在暗处观望。哎，哥们儿，你知道什么叫大杯胯？什么？好一个实实诚诚的大杯胯，摔得小胖猝不及防。就在刚刚，陈尔利带着俄罗斯黑帮来到了倒爷市场，结果却发现所有的商铺都没有出摊，小贩们都不见了踪影。与此同时，朱三也带着一帮小弟凶神恶煞地赶到了这里。然而出乎意外的是，没见到一个商贩，却看见陈尔利混在当地的黑帮其中。啊，我没骗你吧？朱三来了，你在这等着，不需要他们叫我。你放心。不干掉朱三儿，我哪儿都不去。老小子这句倒是实话。随后他便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谎称自己已经加入了黑帮。这个市场从现在起就是他们的地盘，让朱三以后别打这里的主意。你小子，中国人不帮他们女的，怎么吃你螃蟹啊？啊，怎么？看着呢。我呢，其实本来也是想跟你混的，但是你又不信任我。我就只能另谋高就了，是吧？朱三气他帮着当地人，本想揍他一顿，可一看见那帮凶神恶煞的黑帮，他也只得认怂，强挤出笑脸，求陈尔利帮忙跟对方解释一下，说自己到这儿来不是冲着对方，别误会他了。行，三哥，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也就无话可说了。都是中国人，其实我也不想看着弟兄们无谓的流血，明白吧？行，那我就去跟他们解释解释。辛苦，听好了啊。老小子答应的倒是挺溜，可一转身回去就开始煽风点火，声称朱三根本就不会放弃这个市场。如果你们实在不想激发矛盾，我就再过去劝劝，免得两败俱伤，顺便看能不能再要点赎金回来。三哥，别骗我！没准，三哥，好话我可是都已经说尽了，但是他们说不能那么容易就让人走啊！好家伙，差点跟我动手。就在陈尔利继续扒瞎时，刚子却看出些不太对劲儿，要求这次亲自过去与黑帮谈谈。陈尔利自然不会让他如愿，过去不就露馅了吗？于是走到半路，便出其不意地将刚子撂倒在地。大家都觉得这是谈崩了，剑拔弩张的两伙人直接一哄而上，纷纷出动，顿时打成一片。一直在暗中静观其变的玛莎见状，立马带队走了出来，当即鸣枪示警，将所有人一网打尽。陈尔利自然也在其中，即便这些人都在牢里，但他们仍不安分。好在宋林动用关系，才将陈尔利捞了出来。而朱三虽被抓到了警局，但他的罪名也仅仅是打架斗殴，和上次一样，他随时都有可能被同伙保释出去。为了将朱三绳之以法，行动组必须找到受害者当面指证，当务之急就是找到律师和证人。可现在他们连一个证人也找不到，因为是中国人的案子，当地的律师都不愿接手。好在宋林在大使馆待了多年，凭借一些人脉关系，找到一个肯为中国人打官司的当地律师，但律师表示这个案子时间紧迫，而且没有证人愿意出来指证，有些棘手。我们会很快找到证人。我们要指证的犯罪嫌疑人，他的确犯下了非常严重的罪行。我不在乎他犯了什么罪行，我甚至不在乎他有罪还是无辜的。正如我刚才说的，我是一个专业的律师，罪行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概念。我更关心的是验证或者洗脱罪行的手段。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是没有办法提出指控。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法律只是游戏的规则，真正的玩家是我们这些自然人。您的意思是，你愿意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正义是需要代价的，就看你们愿意付出多少报酬。律师的套路果真够深，让宋林又上了一课。与此同时，四海旅馆里，刘飞召集所有倒爷们，商议指定朱三罪行的事儿。但那些被抢的倒爷们早就惧朱三如虎，都害怕报复，不愿出来指认。尤其是有的倒爷，喊着最狠的话，却干着最怂的事儿。也不是说我不敢指认朱三这孙子，真的，我有什么不敢的呀？只是我觉得没这个必要。老小子自己不敢出来作证也就算了，还撺掇大家都别去露脸。行动组只好再去动员孙老师，但是他仍过于胆怯，不愿露头。别无他法的宋林，最终只好敲开李平的房门。朱三被抓了。
咱们在国外犯的事儿，现在人又在莫斯科，这公安管得着咱们吗？你们不能就这样算了吧？啊！你咽不下这口气，你去指认出事。我不是没被抢吗？要不然我跟他费什么嘴皮子呀？你感情一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受害人都没说什么，你起什么哄啊？别在这哗众取宠了。我是受害人，我不算哗众取宠吧。罪大恶极的朱三之所以一直逍遥法外，就是因为受害人都怕他报复，不敢出来当面指证。宋林表明警察的身份以后，他从自己出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说动了李平。而当李平勇敢地从房间向四海旅馆的导爷们说出朱三侵犯自己的恶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时，却不想那些导爷们胆小怕事到了极点。妹子，这事儿没必要跟我们这么多人说吧？这也不是什么光彩事儿，对吧？就算了吧，算了，这事儿算了吧。就是，再说了，这种事儿就你一个人能指，如果朱三耍赖不承认，多骚啊！虽然众人都被他的遭遇感到痛心，但多数人还是劝李平不如算了。若是不能扳倒朱三，只能是让自己更加丢脸。这时孙老师也站了出来，承认自己当时就在现场，觉得这件事不仅仅是李平的耻辱，也是大家的耻辱，更是他自己的耻辱。孙老师为自己当时的软弱感到羞愧，他不求李平原谅，但借着这次机会仍跟李平道歉，表示自己再也不会为了所谓的面子保持沉默，愿意指认朱三。在孙老师的带动下，众人群情激愤，也都纷纷站了出来，当着莫斯科警察的面指认朱三是 K3列车的抢劫头目。操你大爷的！你看我弄死你他妈的！你过来，过来呀！指认过后，接下来就是审讯。好在玛莎善解人意，允许宋林在一边旁听，顺便当个翻译，也符合这里的规定。不过我知道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说什么也不会干。你说我在国内有家有业的，我为什么要干这个，对不对？我又不傻。我不知道吗？这怪我吗？怪我吗？闭嘴！原来朱三告诉刚子，在国外抢劫，且抢的都是中国人，美国的法律都管不着他们。殊不知境外也不是法外之地，自己的愚昧更不是他犯罪的理由。刚子本来是想钻空子的，一听如此严重，立马松口，表示朱三是头，自己就是一个小弟。朱三被抓其实都在二姐的意料之中，但这次那些倒爷竟然纷纷一改之前的态度，都开始站出来指认了，还是令二姐觉得此事并不简单，其背后肯定是有人为他们撑腰，于是便叮嘱牛振等人以后要多加小心了。另一边，四海宾馆的陈尔丽正和冯哥等人讨论着案情。这时，一位青春靓丽的留学生来到了四海旅馆，姑娘自称秀秀，是来莫斯科进修的。闲谈间，丫头表示想跟大家学做生意，于是过来人冯哥便充当老师，给秀秀讲起了生意之道。这做生意啊，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这有人挣钱呢，就有人赔钱，还有的人呢，就是勉强的维持。冯哥劝他刚开始没有经验，就先别干倒爷了，应该找个成熟的商人，跟他多学习学习，实践实践。于是秀秀便请冯哥给他引荐下圈里的成功人士。但就在他拿本子记电话时，不小心露出了包里的牡丹。观察力极为敏锐的陈尔丽，因为之前就听倒爷们说过，二姐也抽这个牌子，但人家干的可是无本的买卖，一个女大学生没什么收入，竟然抽得起牡丹。陈尔丽觉得姑娘并不简单。出面指认朱三之后，女导爷李平决定离开莫斯科，返回国内。对于她来说，我想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选择。这就好。祝你一路顺风，万事顺利。谢老师，姐。在李平离开的时候，我在孙老师的眼睛里看到了几十种不同的情绪：不舍、愧疚、爱慕，甚至还有痛恨。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自己选择的，我又能说什么呢？老刑警仅凭一根抽过的烟头，就断定眼前的姑娘没说实话。一个着急赚钱的女大学生，竟然抽得起2块5一盒的香烟，那你让我兜里的大钱门情意何堪？陈尔丽心思缜密，一眼就察觉这个看似清秀的姑娘没那么简单。行动组的治国平时最能唠嗑，便想让秀秀当做他的导游，陪自己上街遛弯，实则是想探探姑娘的底细。秀秀也十分大方，欣然接受了邀约，但姑娘总是觉得治国跟其他导爷不太一样。怎么不一样？我觉得你身上没有他们那种紧迫感。对，紧迫感。我有紧迫感，你也看不出来呀。其实我挺紧的，真的。治国与秀秀独处了半天，若说他是跟二姐一样的劫匪，可他身上又没有那种劲儿，但他和普通的学生还不太一样。治国隐隐的发现，姑娘似乎有种难言之隐，便暗示秀秀：别年轻，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门呢，都还没对你关上，所以说你得努力的做正确的选择，懂我意思吗？懂。一个装睡的人其实是永远叫不醒的。
两人愉快地溜达了一天。晚上与秀秀分开后，行动组几人便悄悄跟踪了丫头。可即便是秀秀确实是回了学校，但陈尔丽对她的怀疑也仍未解除。果不其然，等几人走后，牛振的2个小弟也驱车赶来，鬼鬼祟祟地将秀秀接走。折腾这么一大圈干嘛？牛哥安排的，是都怕被跟踪嘛。哎，你们有点啥收获没有啊？对啊，有没有碰到款爷啊？你说你自己加点小心，别到时候让人家给咱们给骗了。上来就跟你谈真感情的男人啊，都土流氓。你还有那个出手挺大方的，实则小一小户的，也是骗子。俺女人这点事儿可简单，互惠互利，但咱们都遵守这个，能成的。哎，你怎说的呢？你们俩闭嘴！2个小弟虽一片好心，但你叨叨个没完，姑娘可就不耐烦了。原来秀秀是2人的嫂妹子，劫匪头子牛振的小女友，是牛振专门派到四海旅馆里打探情报的。在行动组面前，她是个单纯懵懂的女大学生；而在牛振身边时，秀秀一看就是一个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的江湖妹子。牛振让她发挥自己的长处，去多勾引几个倒爷，顺便也可以打听一下朱三的事儿，倒爷们的底气到底从何而来。但秀秀显然并不喜欢这个任务。就你还算是个男人？你见过哪个男人让自己的女人去干那种事儿？这次如果我运气好，碰到一个靠谱的男人，我就不回来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能过到现在的日子，全是因为我。你竟然还说我不是个男人！你放手！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东西！不让你再胡说！你说谁不是男人啊？我让你知道谁是男人。3秒钟前，牛振还青筋暴怒，而3秒钟后，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求女友原谅自己，声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2人的未来。丫头还是太过天真，牛振仅用3言2语，秀秀就又重新坠入到他的温柔乡中。可是，在接连的几日里，秀秀既没有打听到什么有用的消息，也没有遇到有钱的倒爷。牛振这人本就心眼特小，不仅嫉妒心强，脾气暴躁，还有暴力倾向，时常威胁女友不许背叛自己。若是被他发现跟谁假戏真做了，一定会要秀秀好看。就在这时，恒哥突然打来电话，说他的一个朋友老于是做贸易生意的大佬，刚好公司最近正在招人，让秀秀可以去应聘试试。看了看牛振的眼色，秀秀欣然应允。